中国大妈。有很多EU的网友来问我，怎么样才能够避开那些中国大妈会选择的邮轮航线呢？真的是看到他们太害怕了，因为中国大妈而更出名的地中海荣耀号在上海作为母港起航，真的是闹出不少的笑话。我想教你的并不是说你如何避开它，而是会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在下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让你自己不那么难受。那你需要真正的了解他们。今天有一个好机会，EO的好朋友田园阿婆来EO家里面做客，她可是在加拿大资深的华裔大妈。聊中国大妈这个现象的背后，不知道今天我和阿婆之间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当当当当，嗨！好，EO来了，田园阿婆来了。就你刚才一开场哈，我就听你说阿婆是资深的中国大妈。首先你这个观点什么呢？就是你对大妈其实不排斥。你是理解的， Yes. 所以你把你的好朋友说成中国大妈。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我问乔叔，我说我今天跟EO要聊大妈的话题啊，你说乔叔第一反应什么？啊，大妈我不认识。打引号的大妈和不打引号的大妈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我很希望说，我们有一天。可能未来很快的会有一天，我们对于这个大妈不会再打上那一个引号，也有可能是回国的关系吧，特别是去到上海推送的大数据就来推给我了，关于地中海荣耀号。我在疫情之前最后一条搭的邮轮就是地中海邮轮号 MSC Blisma，当时去的是加勒比海那一边，对，所以我对它还是有所了解。很多在网上的各种对于这次地中海荣耀号啊开始走上海母港往返上海，然后走日本航线，在邮轮上的各种乱象，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啊、视频啊哈，我有陆续发给阿婆看啊。其实很多人很愤怒，然后就觉得很生气，甚至觉得很丢脸，啊。总之就是中国大妈这个词现在被称为一个。据说牛津词典已经进去了，是吧？就变成一个现象。在我刚刚入行的头几年，像很著名的一些邮轮公司，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啊，然后甚至是挪威珍邮轮公司，都在进驻中国市场，而刚刚进驻的开始都是这样子。经过了整个疫情，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淡化了，就是这一个群体搭邮轮的这个现象或者是这个状态。疫情之后，邮轮恢复了亚洲母港哈，特别是中国大陆母港之后，大家突然之间再拿回来再看的时候，突然好像又受不了了，这个小心脏又有点受不了，想要平反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在邮轮上大吃大喝啊，浪费，把邮轮公司给吃穷了，造成邮轮公司啊就退出中国市场。它跟运营的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结束啊，是确实会结束了是吗？对，我们是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公布的合同非常长远，说是因为中国大妈自大也吃东西吃太多吃饱了，这个是有推测吗？具体原因我们今天还是总部的决定。曾经有过这样的传闻哈，我们都有关心邮轮的人都有听说过。其实我觉得这是个谣言，因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中国市场是以每一个邮轮公司一定想要啃一口的大肥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当很多的邮轮，比如说从欧洲调船去亚洲的过程当进入亚洲界限，阿婆你知道吗？邮轮上的那些免税品的标签啊，价格标签会被拿走，换上更贵的价格标签。其实它是赚钱。然后还有了，那阿婆坐过阿拉斯加的邮轮，阿拉斯加8天7晚一转，对不对？好。你知道在同样的8天7晚，中国市场的邮轮，他们的消费能力相当于我们一条船从5月份走到9月底，整个季节的阿拉斯加的邮轮上的消费的水平、销售的那些货品的量的总和，一趟哦，相当于我们整个季节哦。你觉得邮轮公司真的是会被中国市场吃穷吗？吃不穷，赚得盆满钵满。吃能吃多少？是的。所以你要说这个购买能力，这就是大妈的优点哎。这对于邮轮来说，这个
山芋再烫手，邮轮公司依然想要去捧一把。地中海荣耀号，我在关注它的航线的时候，它还在走台湾。然后哇，很多台湾的博主哈，在网上都已经抛出了自己的整个旅行的 vlog 啊，一切都是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美妙的邮轮旅行一模一样的场面。突然之间，在3月下旬到了上海之后，整个画风突变。同一条船，一模一样的工作人员，一模一样的就是邮轮上的节目也好，规则也好的编排，一下子变得水泄不通，火药味十足。我看了那个实在是翻车现场，各种广场舞啊。阿婆，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邮轮上大大小小这样的场面经历过几十次。有很多很多西方的各色的团体，他们会在邮轮上包下很多的房间，包下邮轮上的很多公共的就是那些娱乐的场所，包括 theater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 lodge， 他们唱他们的歌，弹他们的琴，穿的花枝招展，五花八门。如果说我的观众你有留意到，也有之前去墨西哥做那个 Discovery Princess， 有没有留意到，在我的视频中经常会出现一大帮穿的玫瑰红色，头上插羽毛的老太太，他们就是在我们整个邮轮旅行中经常会碰到的团体，都一样昂首挺胸，一样我行我素。为什么你看到对一样招摇过市？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词，更夸张。对。但是为什么当中国大妈们招摇过市的时候，我们就投去了看不惯的眼光？其实我觉得哈，是因为了解。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很了解他们。然后就会觉得，本身你对他就有那么一点偏见，可以说，那么他做什么都不对，就是这样。另外一个，你影响不影响别人，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对，我觉得那夸张的简直你都不能接受那个形象。是的，但是你不会感觉到被冒犯或者被打扰、滋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你不觉得吗？是的。我相信这是一个过程，阿婆。有一天，我相信这些广场舞大妈大叔们出现在邮轮上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天他们是不会去打扰到别人，更体现出了EO现在这个职业的重要性。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它的规则，对，但是好，了解规则其实是一个很漫长和痛苦的过程。你要从一个习惯演变到另外一个习惯。其实不瞒大家好，虽然EO从事邮轮行业是完全从加拿大开始的，我没有在中国从事过这个行业。每一次大型的我们的团要出发之前，都必须要开出发前的行程说明会，说说明行程，但其实更多的我的整个讲的这个流程里面有一大半是规范操守、规范规则的内容，基础教育，吓唬他们。如果比如说飞机上的座位你不满意啊，你要跟你的团友去争去抢，那你接下来的结果非常有可能这个飞机今天不飞了，你到不了你的目的地，然后那你赶不上你的邮轮。还有就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们华人嘛，对吧？我们上了船之后不能失礼哦，因为无论你是加拿大华人、美国华人啊、澳洲华人、什么日本华人、哪里的华人，你上了船之后，船上的那些老外都觉得你就是中国人，对，你甚至亚洲人。 yes， 没错。那你做得好，你做得得体，他们就会对这个人群就表示非常的欢迎，表示未来也很希望你再来玩。那在下一转再遇到我们的同胞们的时候，也会更加礼遇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你们是懂礼貌、讲道理、遵守规则的。但真的要有一些责任，你要有一些敬畏心。我是这么觉得哈，就是说，其实报应也许来得很快，影响到你的后代，影响到我们整个华人的形象。对，到最后，也许有一天这报应会到你身上，你不要觉得离你很远，非常非常的近。你可能在下一次搭邮轮的时候，就会被某些人白眼，因为他们曾经在邮轮上
经历过一些不太好的与华人之间的相处。看我视频的这些观众，其中有一部分人就会讲了说，哟，你不是讲过吗？其实不是只有华人，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可能是会出现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华人，为什么？因为EO的频道是讲中文的，能够看到我频道的，看到阿婆频道的，都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这一类的观众。我们先做好自己，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他们还蛮多坏话的阿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不能说帮他们讲好话，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们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可以说是了解，真心了解啊。那愿意不愿意理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我相信我现在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一定你能举出你们家至少不下4-5个这样的亲戚。对，是这样。比如说，我曾经见过一个老人家，我到他家，他给我秀一个东西，我惊呆了。他是从超市里拿了一摞，当时好像是 Loblaw 还是什么，就是那种一次性，就是包装袋。他们的超市就是买菜的时候拿来装菜啊什么的那个免费拿的那种吗？一摞，他拿了一摞，他拿回家来做什么？OK，垃圾袋啊。好，然后一般有的大妈如果碰到这样情况，人家就悄悄的藏起来。他非常高兴的跟我讲，你看我这个拿很好用。然后我说超市的人不会说你们，他说那个理货员站旁边，他看我拿，他没说。他什么话都没说，人家叫哑口无言。他说所以我就拿回来。那其实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大妈。其实他平时很善良，人很好，但是他真不知道。所以我在讲一个成因，我觉得很重要，很多人是不知道。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EO讲，我觉得见识很重要。你看我那次要去邮轮的时候，我就是一抹黑，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你给我普及了很多很多邮轮里面的应该注意什么，以后，我就有自信了，我就知道我这个出去我不用忐忑，我知道这个是对的，这应该那么做。其实见识是一方面。我想到我第一次带我妈妈去搭邮轮，我妈妈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我特别挑选了，就是我经常跟我的观众科普的一个，就深入阿拉斯加3大冰川的，还不是温哥华往返的，而是要坐飞机去安克拉治的那一个。然后我觉得我妈妈这个年纪，对吧，能跑多少趟呢？那我一定要带她去一趟完全不虚此行的阿拉斯加航线。所以那是我妈妈人生中的第一次搭邮轮，那个已经10几年之前的事情了。有一天早上，我妈妈很好心的就给我拿早餐，她说你可以多睡一会儿，我去帮你拿早餐吧。我非常吃惊，我妈妈拿回来的东西不单是多那么简单，它其中有一个这个生生的一个缸，缸里面竖着插满了 bacon， 插满哦，我说你拿这么多干什么？我妈说你看，它可以当早餐，它可以当零食。我坐着看电视坐阳台上看冰川的时候，我还可以当零食吃。我说你吃不到，它会浪费的。他是不是把一摞放在桌子上？我没有看到他怎么拿，因为我在房间里面，他拿进来的嘛。那让我知道我妈妈是有这样囤货的习惯哈。我曾经小时候安利我自己，或者给我自己一个解释，我妈为什么那么爱囤货，不管这个东西来是要花钱的还是不花钱，还是特别特别便宜的，她特别爱囤。原因找到了，因为我妈属老鼠。你还信这个？对，真的，我小时候是这样。安慰自己，解释，我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妈妈属老鼠，老鼠爱囤东西。但是阿婆，你想，老鼠，你看，我们从一个老鼠，希望这一集我妈不要看啊，又讲我妈是老鼠，然后最后还要联想到是什么？老鼠是什么？老鼠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它资源吃的东西要靠偷啊，还要被抓啊，分分钟冒着生命危险啊，对不对？好，那你找到好吃的还不囤起来吗？像我妈妈的成长的那个年代，我外婆生了8个 ，OK，家里生很多小孩，然后资源也比较匮乏，哈，不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年代啦，对不对？好，那在这样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其实现在我们在地中海荣耀号上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一些老人家，那些所谓的大叔大妈们，基本上都是我妈妈那个年纪，对不对？那当他们觉得今天我是出来享受的，今天我是要吃回本，这自然而然的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会有这么一个概念的存在。对。而且我这次回上海，舅舅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这样说，我们这一代人，再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我们可就是绝对存活下来，是绝对没问题，而且还能过得很好。对，因为经历过那个时段。是的，我就脑补了一下《三体》的小说里面的场面，当外星人来侵略地球的时候，可能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好像我这种，就估计就是第一批死掉的那一种，而真正存活下来的地球人，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哈，大叔大妈们，他们会被存活下来。其实就是说，你现在开始理解他们。不只是了解了，我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末尾，就是物资非常紧缺，我早晨4点去排队，那就要去争。排队的时候，你如果想，很多人我要排好几个队啊，我东西买不了，我这买菜要排队，买鱼要排队，买肉要排队，那我怎么办呢？有的人用篮子，用砖头，有的人把小孩，就像我当时小孩4点就拎起来去排队，否则你人不在那里，你靠篮子一脚给你踢开，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很紧缺，供应不上的。你一个篮子砖头一脚就给你踢开，那个时候还要用票吧，就是你有钱有票都买不到，对，还给你踢走，那你就得去争，对，你要强大要抢，所以那个记忆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所以你现在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行为。对的，而且你看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真的是排队也好，哪怕不排队也好，不需要排队也好，我们几乎生活中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除非什么黑五啊之类的，那又是特殊情况，好吗？你看那些在黑五曾经在黑五买不到东西，买不到自己如意的好东西的那些人，下一个黑五你看他就是那个冲进去狂抢的那一个。你要说物质匮乏，很多国家很多民族也都经历过那个时期，为什么他们不会？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其实人是不是对自己有要求，这也很重要。在游轮上，你到日本人为什么就那么能够守规矩？这是我很想不通的事情。对，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论说，因为他们经历了苦难，经历了物资匮乏，他们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求生欲那么强的这种状态。你能理解？那日本呢？人家还被扔了原子弹呢。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说人对自身有要求，但是我觉得自身有要求有很多方面，你不管你对自己要求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这一点的要求是要有的，就是你在公共的这个秩序上面，你不要打扰到别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要考虑到影响，就这个要求我是有的。就有一些事情，我毕竟代表一个族群，对吧？我出来我做的一些行为，人家会联想到你的族群，包括我对乔叔，我经常说，你就吃不健康的东西，他可能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事情，这个是你家人爱你的人，对吧？那你就会让他们担忧，所以也不是自己的事情。是的，我觉得我是这么区分的，就有一些行为我不去judge别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影响了别人，那就有问题。对。而且阿婆，你知道你讲了刚刚这一些，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啊？突然之间有的感觉，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录视频的这2个人，我们算是小小的公众人物吧。你是大 V，我是小 V，就是说，阿婆，我为什么称阿婆作为一个我的灵魂的按摩师？其实阿婆平时都是在用一个很温柔的方式，用她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来影射，其实是影响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好吗？有很多人会受影响，好，那我就比较极端一点了。你看到我会出些视频啊，就说啊，游轮上最不能干的多少件事啊，游轮上最让人旅行的时候最让人讨厌的是什么什么人呢？我就比较极端一点了。所以，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的观众更好。对，是这样。我们真的是希望说，我们这个群体这个会越来越好，对吧？所以后面呢，我们也觉得这个能做些什么？请教了一下未来的专业人士，Fanny 小姐就是阿婆的女儿，她可不是厨师、营养师那么简单，她可是未来的心理咨询师，好吗？她现在在攻读心理学方面的课程。Fanny 作为一个在西方长大的一个华人，她其实不了解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他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总结和分析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叫 social phenomena， 就是社会学，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文化加上他生活在的社会这两个结合的。最简单的，那你就是看行为学，叫 behaviorism， 任何的行为得到好处，那你就会继续这个行为。如果一个行为有被惩罚，那你就不会进行这个行为。这是最简单的这种，就为什么一个人会形成一个行为。哇，我一下子就觉得茅塞顿开，就是一个奖励和惩罚效应。比如说你去抢吃的，抢到了啊，那一盘大虾都是我的，哎呦天哪，抢东西太好了，所以他下次还会抢。同时影响到了周围的人。当大家都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一批人开始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哪怕本来走进自助餐厅的时候，你想好的不行，我今天要高雅，要文明，要忍让。好，当你看到那一盘虾被其中一个人都瓜分光的时候，你再也忍不住了。我们社会要有一个系统，对，这个系统呢是要对那些守规矩的人施以奖励，是鼓励。那这样子的话，那守规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在加拿大，我们去排队，如果你插队，我告诉不要说旁边人会说你，那个店员他首先他会站出来，让你他不给你，对，他不给你得到，让你回去。对，我们有时候会很迷茫，说这个队从哪里开始排起，就怕自己排错，对，就怕自己不是站在最后一个。对。那天我们不是问芬妮，其中我有一个问题，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比如说我单个人的时候，我们华人大妈出来。对，都好好的。对，你如果当我们在游轮上是少数民族少数的时候都好好，那为什么一形成群体它就出问题了？人还有一种行为的学习方法就叫 learn behavior， 就是你学别人怎么做，看别人去抢，然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他就可以学得会。一般这种的行为是从比较小的时候学得会。还有一个部分有一个词叫 mob mentality， 就是你说的为什么他单独一个人他就不会这种行为，但是一群的人就会。其实就是说在社会里不是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对什么是错的，因为不同社会有不同的想法，不是说谁对谁错，是在他们的社会里这是对的，因为大部分人都这么想。如果他们的一群的人都有这种行为，那他们肯定就觉得这没那么差，大家都这么做。对，其实人我觉得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出生我就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个他的价值观，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不一定。那你看各个民族，他对是非观也是不一样的。对，你看有的人他有信仰我不吃猪肉，我怎样，那他就认为那个是对的，是吧？那我从小我就能吃，那我就不知道。对，因为我没有这个信仰，对，所以它就其实是不一样，不是说你一定就会知道，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方面的养成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它通常都是从我们比较年幼的时候就养成。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要改掉一些我们固有的这个观念也是，并不是说你长大了，你成熟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反而是年纪越大越难改。对。其实它是叫自我 awareness， 人成熟并不代表你会越来越对自己有了解，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除非你真正的想去自我成长，所以并不代表说一个人到了50岁60岁他会越来越成熟，他必须得先知道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这么做，或者甚至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还得想去改变，然后想去变好。又在讲的是邮轮旅行，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只在邮轮旅行这件事情上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去迎合一下主流群体认为对的那一种做法，然后看看是不是自己适应，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同时还让自己身心愉悦，好，再把它慢慢带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大叔大妈们会不会更容易接受一点？我的很多的观众都很年轻他们经常会为了他们爸爸妈妈的邮轮旅行来烦恼的。对，好，因为我之前有一集阿婆要避开什么样的人去旅行嘛，最好不要跟谁一起嘛。我真的有粉丝给我写 email 说有，我爸妈全占了怎么办？我马上就要跟他们出去旅行了。是，这么多人对于中国大妈这个现象那么的抵触，那么的反感，那么的咬牙切齿。范妮小姐用专业的词汇来跟我解释了之后，我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不想被这么认为，那他肯定是要就是特别的把这些人 push 开，就是说我跟你们不一样。那你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去说人家，因为你说人家就代表我不是这样子的，叫 projection，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然后你看到别人身上也有同样的地方，那你就会去特别的不喜欢人家。亚洲教育的方法就是你如果什么东西做错了，父母的 reaction 一般都是去骂他，他不只是骂这个行为，他是骂他的人。小时候什么学到的，那你长大了也会这么做嘛。以这种方式表示我不是那样的人。对，是的。阿婆听上去有点卑鄙哈，但是其实不是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不是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的反应，正常。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不断的会有，哟，我讨厌这种，哟，我讨厌那个，对吧？我们去面对了这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我们就更能够把自己的心胸打开，去接纳你眼前看到的东西。对，好像我们在抨击一种行为的时候，有时候也许就是自己特别讨厌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行为。是，那在看到别人也有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厌恶。其实你也是在厌恶自己。我承认我肯定有过，具体是什么就不说了。我也经常这样。对，但是我会耿耿于怀很多年。对，因为有时候自己曾经做过一些事情，自己觉得很不屑，或者但是别人也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下意识的就会觉得，马上就会觉得其实在批评自己。对，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对，我觉得也是上的一种反应和现象。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 worry 这些问题。那如果说今天看这一集视频的是你打算要去接触邮轮旅行哈，看到中国大妈们很害怕也好啊，或者是担心自己会在邮轮上不适应也好啊，其实你小看了你自己了，你低估了你自己了。对对，就连我妈妈哈就到今天为止，她还会不断的回忆起来说，哎，这个菜。这种生菜我在邮轮上吃过，他们是怎么吃的。你看，就是很小的事情吧。对，这是我自己的感悟哈，因为我接触以前买邮轮船票的客户，我可能从10几年前就开始接触他了。10几年后还在跟我讨论他的邮轮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变化。我总结出来，你看到的世界有多大，你的心胸就有多宽广。是的，你说对了，这个是的。那多出去旅行，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多去接触一下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你自然而然就变得更通透，更能够去理解别人，改善自己，对不对？所以因此从这个道理来说，我是相信随着大家越来越接触越多的邮轮旅行，我觉得将来这种一定会慢慢改善的。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来问友如何去避开这些大妈会订的邮轮航线，他们到底会订哪一些航线，我就避开；他们会在哪个季节去，我就避开他们。其实可以这么说一句，避无可避。和未来也有可能专门讲一下，到底专门主打亚洲航线的那一些邮轮未来会有哪一些？那当然投其所好，你如果觉得哎呀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让我在亚洲的父母亲戚朋友去那样的，他们可能是会更自然一点哈，就不是那么多西方的规则在上面。当然，作为我们在常年在海外生活的华人，特别是有很多大邮轮经验的，你那一些邮轮可能跟你想象中的邮轮又完全的不一样。但是现在邮轮越来越国际化，很多很多的华人会上邮轮去旅行，对不对？他不管是拿着哪个国家的护照，好吗？好，哪怕他们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不知道拿的是哪一本护照，都未必代表他们不会带着那一些你不喜欢的习惯和气息上去来打扰你。那怎么样来做到呢？其实我跟阿婆讨论过了，有更好的方法。你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咱们就面对它。对，我们可以用非常善良、非常温和的方式去告诉他，其实这个规则是这个样子的。对，就像在的视频当中不厌其烦的说那些我们幼儿园老师都教过我们了，浪费是可耻的。其实你的这个频道呢，我当时就说了，你其实是在做这个好事，在做的就是在普及这些知识嘛。我们只有对小到邮轮规则大到人性对不对？对，我们对这些有足够的了解的情况前提下，我们就知道如何去
不慌不忙的去面对它。你不用去排斥他或者怎样指责他，你那样指责他，他没有作用。是的，是吧？对，而且以EO的经验，EO在邮轮上工作了这么多的年数哈，遇到各种各样的大妈也好，大叔也好，大姐也好，什么都好，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提醒，去引导，我真的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反过来指着我鼻子来骂我，要你管，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真的没有，他们反而大部分人都是会来谢谢我。但是我告诉你，你发现网络上有这么恨的人，你们看有，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其实他是被激怒了。是吧？是很多人非得要怎样，那我就偏要这样，或者有的人是为了博流量，那就不要看。你要看现实生活中，是的，绝大部分就像你说的，他是会感激你告诉他，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对啊，在这个丑陋的行为他没有意识到，他没有意识到有人告诉他。对，所以你别说我上次去旅行之前，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打个电话？不要以为你都知道，你包括小费的规则。你包括很多用餐你要到哪里你很多规则，你不懂就会闹误会，会被人误解。还是要多看EO的这个邮轮旅行频道，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攻略带给你的不只是我挑选哪一个邮轮，其实这里面有好多规则，你慢慢的学会了，你就更自信。我是这么觉得哈。是的，你一旦有了自信，你的风采就真的是好亮丽。所以你就是跳广场舞也没什么，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如果说真的在看我视频的观众里面，你们是真的一个跳广场舞团体哈，然后如何在邮轮上，你们可以让你们的团体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自己还玩得嗨得不得了，非常非常尽兴，可以写 email 单独来问EO，我应该做哪一些准备，我应该提前跟邮轮公司打哪一些招呼，能够不会造成任何对别人的不便。对，其实这样子还反而有时候西方人也很感兴趣也很多西方人也进来，是的，因为他听到的是你东方的音乐。对，我妈还在邮轮上教过打太极拳多好，就而且是印在那个就是邮轮的 schedule 上面。对，看完今天这一集看到这里哈，谢谢大家的耐心。应该对于中国大妈的这一个现象，我们不能说个人吧，我们只能说这个现象，你应该感觉心里面柔软了很多吧，soft 了很多，soft 了很多，就不会那么膈应，来个治本的。对，我觉得未来真的有缘分，你们遇到他们了，你们也不会觉得太过惊讶，并且也能够体会到或者是想象出如何跟他们相处的一些模式。其实它就像你看待你的妈妈一样。是吧？一样的，就我闺女我要出行的时候，她也会跟我交代这样那样，你们不要这样那样。OK， 我作为一个大妈，那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多学习，多向年轻人学习，多向不同的这个文化学习。我们把心胸放开，去接纳各种的规则，是吧？我觉得我们就会活得很精彩，对，是吧？是的。好的，好，那谢谢田园阿婆。那今天EO邮轮旅行活攻略就到这里了。看EO邮轮旅行活攻略，邮轮旅行路上不迷路。